相信大家都有听到王力宏的事情啊。那么如果有一天他走了啊，他的保险金啊，老婆可不可以拿？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rew， 欢迎收看保险知多少。好的，在延续今天的话题之前呢，要跟大家说一声2022年新年快乐。那么呢，很快的一眨眼呢，我们就到新的一年了。那么在今年的这个第一部影片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王力宏的事件。OK 啦，其实呢，我们不能够把王力宏的事件啊搬来马来西亚来做一个 example， 因为毕竟呢，台湾的这个保险的法令跟马来西亚的有所不一样。但是呢，相信大家可能也会有这个疑问：如果一对夫妇在结婚了过后呢，老公买了一份保险，打个比方，人寿保险1 million， 然后呢，受益人呢是放老婆的名字。如果不小心他们离婚了过后，老公如果不在了，老婆能不能够拿这一个保险金？首先我们要知道，到底这一个受益人啊，或者是被提名的人是不是 trust nomination？ 如果大家想要回顾一下什么是 trust nomination 的话呢，可以点击以上的这个链接，或者是 description 下面的那个链接，去到这一个 video。好的，如果一男一女结婚了过后呢，老公把保险的这个受益人写成老婆的名字的话呢，对，它是成为 trust nomination， 也就是讲说，老公一旦不在了过后呢，老婆可以把这个保险金呢拥有100%，法律上是合法的，因为它是 trust nominee。但是如果一般的时候，不管什么原因离婚了，老公又没有换这个受益人的名字或者是被提名人的名字，之后呢不小心走了过后呢，保险公司还是会依据保单上面的 nomination 的名字做出理赔。但是关键是赔出来的钱给老婆，老婆能不能够100%合法的拥有这个赔偿金呢？工商时间。这次的疫情啊，不只是导致健康的危机，国家的经济也受损伤。打工族的呢，有些被裁员，幸运留下来的呢，自己每天提心吊胆，不懂自己可以待多久。做生意的更加受影响，不只是要支付员工的薪水啊 ，sales 也跌，还要支付一大堆的这个费用。大家是否领悟到什么呢？看看这次的疫情，经济复苏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啊。听起来就好像没有这个财务的保障，收入随时随地都会受影响。大家有没有想过，每天早上我们起来去上班，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名利、经验还是金钱？都不是。其实每个人努力工作，到最后啊，都是希望家里有这个财务的保障 ，family financial security。我们可以不惜一切的，非常努力的去为家里啊做好这个财务的规划，希望自己有一天如果走了，家里人不需要因为财务而担心，可以继续生活下去。所以大家就选择投保保障保险，对吗？但是投保保障保险就足够了吗？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要买更高的这个保额的话，不是不符合条件不能买，就是保费给不起。我们都知道了，保额越高，保费自然而然就越高。所以为了要让自己符合条件，又付得起高保额的保费啊，我们只好埋头苦干，继续的工作。那么你有想过吗？我们每天辛辛苦苦工作，为公司效劳，万一有一天我们不在了，公司会不会继续把你的薪水给你的家里人呢？公司会不会继续把你的花红给你的家人呢？公司会不会继续给你的家人增加薪水？答案大家都非常清楚。今天如果你是老板你也不可能继续为已经走了的员工给他的家里人薪水，对不对？坦白说我们为了家人，我们可以努力，我们可以付出，但是努力了这么多，付出了这么久，网友们走了，家里人不再得到你的收入，那么岂不是
白努力了吗？好消息，如今有一个项目，可以在你努力的为家里人准备财务保障的当儿，如果不幸走了，家里人还可以继续你的收入。不但如此，家里人的收入呢还会一直的增加。这个是你想要的吗？这个可以帮到你的家里人吗？这个可以帮到你为什么努力工作的最终目的吗？众所周知啊，从这个疫情一开始，很多人啊，包括看这电影的你，都可能会有第二甚至第三个收入来源。有些做 part time， 有些做蛋糕，有些卖 online 的东西，甚至有些做直播。那么如果现在你可以有机会为你的家人再创造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那何乐而不为？点击说明栏 description box 的链接，就会有专人为你详细的解释。你放心，没有人会强逼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的。反正你的家庭财务保障，毕竟还是你自己的家庭财务保障。多听，多了解，多一个收入来源。偷偷告诉你，不管你是什么行业，这个也是你的机会。点击以下的链接，今天就为自己和家里人创造一个稳定的家庭财务保障 （Family Financial Security）。老婆能不能够100%合法的拥有这个赔偿金呢？答案是可以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做 nomination， 他在提名的时候呢，他们两位还是合法夫妻。离婚了过后，老公虽然没有把这个名字换掉，他还是算是合法的 nomination，trust nomination。同样的情况，如果一个人单身，他买保险的时候，因为没有伴侣、没有老公、没有老婆、没有孩子，他把受益人放成父母。打个比方，放妈妈啦，妈妈就成为了 trust nomination。如果孩子一旦不小心离开过后呢，妈妈就可以100%的合法拥有这个赔偿金。不小心2年后，孩子结婚了，有了老婆，但是保单里面的受益人没有放老婆的名字，没有换到任何东西。孩子不小心走了过后呢，保险公司会依据保单里面的这个 nomination 的名字呢，做出理赔。赔出来的钱呢，他的妈妈就100%合法可以拥有那一笔钱。老婆没有权利去追讨或者是去上法庭拿回这笔钱的，因为呢，孩子在把这个名字填在这个被提名的这个表格的时候呢，妈妈的确是 trust nomination， 就算他之后结了婚，没有做更改，这一个 nomination 呢，这一个提名的这个程序呢，还是成立的，妈妈还是 trust nominee。所以大家也要搞清楚 nomination 或者是提名的那一个动作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是已婚、单身还是等等。如果是已婚的话呢，同样的，你如果放你的伴侣或者是孩子呢，他们将会成为你的 trust nominee。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呢，你放你的父母，或者是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呢，他们也将会是你的 trust nominee。如果你一旦改变了你的身份，打个比方，从结婚变单身，离婚啦，或者是从单身到结婚呢，必须要注意一下。如果你有意思想要把你的这个保单的这个赔偿金呢，放给别人的话呢，你就要必须做更改在你的 nomination。如果你觉得这个 video 可以帮到你，还有其他人的话呢，就请你按赞、分享、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同样的，去到我的 Facebook page 点一个 like， 我会把更多精彩的资料呢放在 Facebook page。谢谢大家。